华人的饮茶文化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，泡茶不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更是一种艺术。有些喜爱泡茶的人士，不只品茶，对茶具也相当讲究。泡茶流传到现代，最具代表性的，大概就是台湾的珍珠奶茶了。现今的台湾街头，到处可见贩售珍珠奶茶的手摇饮料店。随着竞争的激烈，各式各样的手摇店百花齐放，争奇斗艳。店面的装潢不仅具有巧思，店家也开发各种新奇的选择，满足客人视觉与味蕾的享受。有些还拓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，成为新的台湾招牌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台湾年轻人喜欢喝哪些茶饮，也看看他们对茶的了解有多少吧。先生，请问你最常买什么茶呢？应该是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那你大概多久买一次呢？每2个礼拜购一次。请问你买什么饮料呢？这是珍珠奶茶。请问你大概多久买一次呢？大概1个礼拜2次。好。小姐可以请问一下你买什么饮料吗？我买珍珠奶茶。请问为什么买这种饮料呢？因为我觉得珍珠奶茶很好喝。好的，请问除了珍珠奶茶以外，你平常还常喝什么呢？可以推荐一下吗？我还推荐他们的抹茶布蕾。为什么推荐这种茶呢？因为我觉得抹茶布蕾又好看又好喝。那请问你多久买一次茶呢？几乎每天都买，因为喝茶让我心情变好。好的，请问你知道我们华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吗？不是很清楚。你知道我们华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茶的吗？不知道。我不太清楚哎。你知道吗？我也不太清楚。请问你知道茶大概有几种呢？你是说红茶、绿茶、乌龙茶这样的吗？对，你知道这些茶喝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味道的浓淡不一样，香味也不一样。还有呢？不是很清楚。你知道茶大概有几种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茶大概有几种吗？不知道。应该3种吧。你知道茶是怎么来的吗？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知道怎么泡茶吗？不知道。请问一下，你知道怎么泡茶吗？不知道。好，没关系，谢谢你今天接受我的访问，谢谢。看起来年轻人们虽然都喜欢喝茶，但是对茶的了解似乎还不够深入呢。在看了这么多诱人的茶饮，你是不是也好奇茶是怎么来的呢？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学茶的知识吧。茶的历史。茶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传统饮品。据说，在远古时代的神农氏，有一天在树下烧水休息，有一阵风吹过，把树上的几片叶子吹落下来，刚好正掉落到烧开的水中。神农氏喝了以后发现，这茶水变得清香甘甜，喝了以后让人精神十足。从这时候起，中国人就开始喝茶文化了。不过，在中国历史资料中，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出现了有关茶叶的记载。当时并不是使用茶这个字，而是荼。荼是苦菜，味道尝起来有点苦，可见当时人们把茶叶当成草药。然而，在这段时期，人们不仅开始种植茶树，也开始研究发展
茶叶的保存加工方式。到了唐朝，茶不再只被当作药使用了，而是成了当时流行的饮料。中国字“茶”也正式取代“荼”了。另外，茶叶的种植、制作和饮用的方式也有了统一的标准。茶更是透过佛教、丝路、航运等各种方式陆续传到世界各地，台湾也是其中之一。台湾早期已经有喝茶的习惯了，但真正流行的是在19世纪。当时来自中国茶都的安息移民把制茶技术带进台湾来，台湾茶叶才越来越发达。现今，台湾茶叶已经走向有机精致化，不仅国内市场热络，连在国外也相当受欢迎。猫空是台北最大的产茶区，茶园遍布。一大清早，茶农便在茶园中忙着采摘茶叶最嫩的部分。1心2叶是采摘的标准。同一棵茶树经过不同的加工方法，如萎凋、发酵、杀青、揉捻、干燥、焙火等方式，可制成各式种类的茶叶成品。比方说绿茶、乌龙茶、铁观音、红茶、普洱茶等。如果你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茶，也可以直接从茶汤的颜色来分别。一般来说，有绿、黄、白、青、红和黑等6种。每种茶的味道会因为水的温度、茶具、泡法而有所不同。你想要品尝看看吗？既然我们已经了解了茶叶的制作过程，那我们现在就来泡茶吧。泡茶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。泡茶以前，我先跟你介绍一下茶具吧。茶具是什么？茶具就是泡茶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东西。泡茶是一种艺术，因此用的茶具也相当讲究。哦，我知道这个东西叫茶壶。没错，茶壶是用来泡茶的茶具，不同种类的茶叶适合的茶壶还有水温也不一样。那茶壶下面这个大盘子叫什么啊？这个是茶盘，我们把茶壶放在茶盘上面，茶盘也可以避免水弄湿桌子。哦，那这个应该就是喝茶的时候用的杯子了吧？这个才是茶杯，你刚刚说的是闻香杯，是用来让我们闻茶香的。那闻香杯旁边的这个大杯子又是做什么的呢？这个是茶海，等茶泡好了以后，我们把茶壶里的茶倒进茶海，再把茶海里的茶倒进大家的杯子。这么做可以避免茶在茶壶里泡得太久，变得太苦。哇，泡茶真是一门学问啊！说了这么多，我渴得不得了。我们赶快来泡茶吧。好，好，好。现在我先把热水倒进茶壶，等1-2分钟以后，再把热水倒出来。可是，既然茶壶里没有茶叶，为什么要倒热水呢？这么做是为了让茶壶的温度变高，让等一下泡的茶喝起来更好喝，闻起来更香。既然茶壶的温度已经变高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快点来泡茶吧。好。
现在我们可以把茶叶放进茶壶，再倒入热水。根据茶叶种类的不同，泡的时间还有水温也不一样。今天我们泡的茶是猫空的铁观音，是乌龙茶的一种，差不多等1分钟就行了。不过第一泡茶我们通常不喝，我们会把第一泡茶倒出来，也可以顺便洗一洗茶杯。喝茶以前先闻闻茶香吧。闻起来真香啊！喝茶真的是一种艺术。是啊，一边喝茶一边聊天，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快乐的事情呢？茶在台湾人的心目中，不但是日常饮料，而且是生活中联络感情的符号。无论家庭、婚礼、商务公司、路边，到处都看得到招待客人喝茶的文化。在台湾的婚礼中，有新娘奉茶的仪式。奉茶是晚辈向长辈表达敬意的礼俗。新娘透过向男方奉茶，让新娘认识男方的家人和亲戚。在新娘奉茶的时候，长辈也会准备红包作为回礼，表达欢迎新娘的意思。台湾在敬拜神明时，烧香敬茶是同样重要的事。敬茶需要用最好的茶，一般拜神习俗里，用茶敬神，就好像对待重要的客人一样。随着时代变迁，近几年台湾茶融合了各种创新口味和创意泡法的茶饮，让台湾的茶文化呈现多元活泼的新风貌。台湾在1980年代发明了珍珠奶茶，不仅风行台湾大街小巷，连国外也很受欢迎。台湾茶除了发展泡沫红茶、珍珠奶茶和茶包、罐装茶饮以外，茶叶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。例如，用茶叶入菜，把茶叶融入冰淇淋和各种食品当中，像炒饭、茶泡饭、茶油面线、茶叶蛋，让喜爱茶香的人不仅有中式的茶叶料理，更有茶制点心可以选择。茶文化也因此从家庭走入街头了。一家家的茶艺馆、手摇饮料店，成为人们休闲生活中很重要的品茶空间。透过平常生活饮食，认识茶叶，把台湾珍贵的茶文化内涵和价值介绍给更多年轻族群。
台湾茶名闻世界，有些茶农也开始思考，把传统茶园转型成观光茶园，举办各种采茶体验活动，邀请民众参加采茶和制茶的过程。如果你对台湾的茶文化有兴趣，欢迎你们来台湾体验茶文化。